大家好，我是郑一珍，欢迎收看《真心话大冒险》。今天要跟大家聊非常关注与你我都有关系的，现在台湾正式确定进入社区感染。再说一次，社区感染，疫情在哪里？病毒在哪里？进入到我们的社区了。谁的社区呢？很有可能是你我的社区，你我朋友的社区，朋友的社区。在这么样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要如何来防疫呢？我们从国外的借鉴来看到台湾的借鉴，从印度第一波疫情守住，第二波疫情勉强控制，第三波疫情大爆发，到现在，印度成为世界疫情重灾区的第二个国家，最惨是美国，再来是印度，再来是巴西。那台湾呢？防疫的上半场我们是模范生，防疫的下半场我们要如何守住呢？教授，你刚才还跟我讲说，搞不好我们现在还没到下半场。对啊，说不定不是下半场，说不定是第一节的尾声也不一定啊。而且要看你打什么球哦。如果是网球，如果是棒球的话，对9局哦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第几局还不知道呢。好，原本我们以为我们可能已经打到5局下半了，结果没想到以这样疫情延烧、病毒变种的速度来看，各位观众，疫情什么时候完结未知数，因为呢疫苗也来不及啊。对，我们现在特别像台湾嘛，我们只剩下 AZ。然后最后一批大概6月上旬，6月15中，6月中就过期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还在聊啊，就算现在勇敢的去打 AZ 的第1剂好了，我们说来，我们来等第2剂，可政府没有告诉我们第2剂什么时候到啊。对啊，所以啊，刚刚教授跟我讲到，你说如果说以现在这种状况，一定很多人会想说，预防万一，我赶快去打疫苗吧。我还是相信 AZ 的，好去打。请问你打了第1剂，你确定你有第2剂可以打吗？对，那第1剂打完当然有基本的保护力，没有问题。可是到底那保护力在台湾的这样的病毒是不是一样的数字？我不知道哎。防护力没有人说得准。对，那再来打完之后，万一后面来是莫德纳，然后政府高端出来了，然后 AZ 都没有进来，那我们 AZ 就打完1剂，那我当然可能相对安全，但是我能不能出国？这些都是很大的问号。那政府什么都没有跟我们讲啊，政府只有在2月的时候说，哎呀，这个莫德纳最快5月就来了，然后4月的时候再讲一遍。不是已经5月了吗？对，现在已经5月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反正5月有31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只要在31号之前来，政府都算没有食言就对了。但他什么都是讲最快最快，那你告诉我最慢什么时候来呢？你买个东西，人家厂商至少会给你一个大概的时间，出货期间嘛，对嘛？几号到几号，我们也合理嘛。但是总不能每次都跟我们讲一个很含糊的最快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最后达不到。而且我觉得指挥中心它在这个疫苗的这个资讯透明，对，它资讯透明，还有这个疫苗输上台湾来的方面，已经好多次讲话都不太对了。对啊，每次都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啊，如果以国外的朋友来看台湾的疫情，会不会觉得我们真的是诈骗集团？诈骗集团的话，我们因为陈时中之前呢、都跟我们说好棒棒，我们都有守住啊。就华航机师的这个诺富特 Novotel 这个 hotel 防疫旅馆，整个疫情爆啦。然后现在呢，开始出现社区感染源不明啦。我先不要讲我们叫诈骗集团好了，或许我们叫做后知后觉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大规模的筛检嘛，所以当然啊，今天加0，明天加0，后天境外来一个，大后天境外再来一个的时候，它其实是4个月前进台湾的，我们也把它算成是境外。那这样子加来加去，当然我们什么都没有嘛，那当然自己感觉数字很漂亮嘛。因为没有筛检就没有确诊，但是这感觉就是一个迷幻泡泡。对啊，你如果不要普筛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说，譬如说今天某甲他确诊了，那某甲譬如说前3天、前4天他接触的人，你就给他筛一下嘛。因为像美国跟南韩，就是说为什么不扩大筛检、扩大框列？然后大家都结果我们现在做法是说，哎，你这个2天前你跟某甲有接触哦，你自己譬如说自主健康管理或者居家隔离，如果严重一点的。但是如果我2、3天之后说，哎，我发烧，哎，然后那现在怎么办？某乙发烧，然后我才去找，哎，某乙，那你这前面那几天你去见了谁？哇，完蛋了，不得了！那不是中间就有时间差吗？以我这个人这样一个想法来讲，我宁愿就是今天某甲确诊的时候，
我就大量的筛检他曾经对接触过的人，赶快先抓一波看看嘛，能抓多少是多少嘛。所以硬水中心就真的是很慢，真的是慢到很多专家，不要说专家，老百姓都想到了可以怎么做。那其实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哦，其实很多专家都知道怎么做，但为什么我们做不到？为什么疫情指挥中心做不到？因为陈时中不是说你们有意见早点说嘛，对不对？每次都要我们早点说，千金难买早知道。好，对，那么多的舆情的这个回报，但现在到底你指挥官还是我指挥官啊？哎，他指挥官，对啊，所以你要我早点说，我说了你是指挥官，我不是就听你的吗？好，接下来王金科疫苗迷航记，没错，米优也说政治挂帅，时来运转 Jack 说呼隆呼隆，好，然后 Kelly Lee 说政治重要过人民的生命。好，谢谢大家进来上课哦，记得帮我们按赞应援哦。